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鸡蛋放进酱油泡一泡，这手艺可真不一般。老保姆藏了多年的看家本领，试过才知道有多好吃。蛋白润滑果酱香，蛋黄绵润带回甘，鲜得扎实，比茶叶蛋多份柔滑耐嚼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准备鸡蛋时不用太拘数量，多几个少几个都无妨。鸡蛋可是好东西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，营养很全面。每天吃2个，既能补充优质蛋白，帮身体增强抵抗力，对健康特别有益，是很不错的营养补充选择呢。往水里加1勺食盐，搅拌融化后，就可以把鸡蛋放进去仔细清洗了。别小看这步操作，食盐水可是清洁鸡蛋的好帮手，既能软化蛋壳表面的污垢，又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要知道，鸡蛋外壳上藏着不少隐患，不仅可能沾有粪便残留，还附着着大肠杆菌等多种肉眼难见的细菌。如果烹饪前不彻底清洗，煮制时这些脏东西就会顺着蛋壳的气孔渗入内部。这样一来，肠胃敏感的人吃了，很容易出现不适，比如拉肚子。所以，像这样提前用食盐水把鸡蛋洗干净，既能轻松去除污渍，又能消灭有害细菌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，吃起来也更让人安心。清洗干净的鸡蛋直接放入下锅，水量要没过鸡蛋，一定要冷水下锅。再往水里加1勺盐，这样既能防止鸡蛋煮裂时蛋白外流，也能让蛋壳更容易剥壳。开大火将水烧开，水沸腾后转成小火，保持水面微微冒泡的状态。如果喜欢溏心蛋，小火煮5至6分钟就行。要是偏爱全熟蛋，就煮8至10分钟。时间一定要把控好，煮太久蛋黄会发柴，还会有股腥味，时间不够则可能没熟透，存在安全隐患。趁这个时间取一把大蒜，切成薄片，生蒜带脆劲，烹煮后转绵软，口感丰富，加入能巧妙提味增香，让风味更有层次。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片，生姜能去腥。切好先盛入盘中，方便后续取用。再备半个洋葱，切成大小均匀的洋葱丁。选洋葱时尽量挑紫皮的，这类洋葱营养更丰富，吃起来辣味里还带着点甜，口感也更清脆爽口。切好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些青红椒，洗净后切成小块。要是偏爱更重的辣味，换成小米辣也很合适。不少人是无辣不欢的性子，觉得没辣椒时吃肉都少了滋味。辣椒确实开胃，往往越辣越让人欲罢不能。切好的青红椒块先装入盘中，煮好后立刻把鸡蛋捞出，放进提前备好的凉水里，浸泡1至2分钟。冷热交替能让蛋壳和蛋白快速分离，剥壳时就会又快又完整，不会留下残壳影响口感。按照这个方法煮出来的鸡蛋，无论是直接吃还是做酱油泡蛋，都鲜嫩适口。剥好的鸡蛋用小刀划上几刀口，这样泡的时候能更充分的入味，吃起来更香浓。处理好后先放在一旁，接下来准备一口小锅，先往锅里加入1勺食用盐，1勺白糖，再倒入1勺生抽用来调味，接着加少许老抽，增加酱汁的色泽，让泡出来的鸡蛋更有食欲。要是想让酱汁风味更醇厚，此时可以加入适量花椒和八角，这些香料能为酱汁增添独特的香气。最后倒入1大碗清水，
轻轻搅拌几下，让锅里的调料充分混合，开中火加热，看着锅里的酱汁慢慢升温、冒泡，直至完全煮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真的超费心力，小颖每天都在分享简单好做的家常菜。今天这个做法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或转发呀！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更新的动力，真的特别感谢大家。煮开后可以稍微尝一下味道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再适当调整。比如觉得味淡了，就再加点生抽。这样一份用来泡鸡蛋的酱汁就准备好了。把煮好的酱汁倒入大碗中，接着放入蒜片和姜片、青红辣椒块和洋葱丁，先用筷子把所有调料搅拌均匀，之后将鸡蛋放进去，轻轻滚动几下，让鸡蛋360度都能被酱汁浸泡到，确保每一处都裹满滋味。这样浸泡3个小时，鸡蛋就能充分吸收酱汁的鲜香，变得入味十足，到时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样处理好的鸡蛋，吃起来那叫一个绝，咸香入味，一口下去，香辣的滋味在舌尖炸开，特别过瘾。早餐时拿一个，舀上少许酱汁配菜，不管是就着馒头、米饭，还是拌进面条里，都让人食欲大开。香的让人停不下来，当做下饭菜或下酒菜也超合适，简单又营养，还美味十足。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做上这么一盒准没错，它堪称百搭美食，配啥都好吃。别看是用酱油泡的，吃着一点不酷咸，也没有腥味，反倒酱香浓郁，越吃越想吃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满足感。酱油泡蛋和茶叶蛋口感差异很明显，酱油泡蛋多是冷泡或短煮，蛋白软嫩，常带溏心，咬开有蛋黄流心的细腻感。酱油咸鲜清淡，突出蛋本身的嫩。茶叶蛋经茶叶、香料长时间卤煮，蛋白紧实有嚼劲，吸满复合卤香，蛋黄绵密无溏心，口感扎实，卤味浓郁，越嚼越有层次。是2种截然不同的风味体验。喜欢这道酱油泡蛋的朋友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！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哦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！